朝堂局势复杂，就算把他带到长安，这事儿能有一个完整的了结吗？放心吧，我定会拼尽全力，将他绳之以法。不过不管怎么说，牛姐她是跑不了了。比起大仇得报，我更在意你是否能全身而退。你忘了，我还欠下你一场大婚呢。等到我们一起回了益州，定办他个风风光光，全城皆知。好。哎，夫人，等我一下。好看吗？好看。不想你走，不想分开。那我不走了。骗人！杨静兰，务必平安。高兄，还有一件事，我想请你帮我。你说。帮我给英英送样东西。行，交给我。静娘子，杨静兰猜的没错，你果然会回来。你见过他了？他现在在何处？可有受伤？可还安全？我见到了高大侠，他说杨静兰一切平安，而且我们已经想到了应对之法，一切放心。你怎么样？放心，我安好。他现在打算怎么应对？可有什么是需要我做的？你照顾好自己，便是他最想要的了。啊，对了，还有这个是他让高大侠带给你的，他说你看了自然会明白。该说夫妻之缘，少时偶遇，重逢为盟，再逢为弟。万缕千丝，情深意重。系三生结缘，愿白首同心。若是我家能逃过此劫，我定去交你这个朋友。但凭我自己，风霜刀剑，庇护季娘子平安。嫁给我，愿不愿意？我愿意。而今时移世移，陌路难配峨眉。营月虽仍在，难应檐下烛。既已难归一意，快会几柱前。以求一别，物色叔侄，各还本道。愿相离之后，夫人事事顺遂，岁岁和欢。我想告诉我的月亮，事情结束以后，若他还眷恋江湖，我便陪他仗剑天涯。
莺飞草长崎岖数当外，水色涟漪何随听风来，思念如梭走线绕尘埃，世事是随，随水何欢。这是在你生死归不是我能做到的事。我还欠向你一场大婚呢。等到我们一起回了益州，定办他个风风光光，全城皆知。好，我等你。阿兄，商队的善后事宜我都已经处理完了，走回家。阿兄，有个事，我需要你的帮忙，帮我盯着杨二爷，看他近几日与何人见过，做过何事，去过何处。好。我怎么会有这么个女儿？用自己的命去布局，这么多年一点长进都没有。既然赵修元是冤枉的，那他更是废物。这么容易就被女人算计了，能成什么大事？那可要再等等吧，先把手头这点事儿处理完。等他们赵家人凑齐了，一起送。五娘路上也不会孤单。也别说妇女一场，我不疼她。赵修元谋杀牛五娘，已被牛家卫囚禁。赵家如今仅靠赵老太爷勉强维持局面。但用自己的命拖人下水，也是他牛五娘子能做出来的事。你的意思是，赵修元是被冤枉的？他在这个时候杀牛五娘，对他没有任何好处，他为何要这样做？而且还坐在大庭广众之下。我只是想不明白，这牛五娘子是为了什么，会如此决绝？想不明白就别想了。你与他不是一样的人，自然也想不明白他的心思。三郎的事，我已经去信，让我娘家帮忙斡旋。阿爷和二弟来信说，除了斡旋订单，也会在长安尽可能找人为三郎求情的。如今朝中只说此事是疑案，要抓三郎问询，并非是定了罪。多谢夫人，多谢大郎君。现在都是我们自己人，你还要叫我夫人吗？难道你真的肯与三郎就此和离？阿佳，现在职工流失的数量越来越多，若再这么下去，对我们益州景业都会有极大的影响。我想亲自去趟绵州，知己知彼，方能对症下药。不行，现在这种境况，你不能出门，你就好好待在益州城。绵州，大郎去吧。是，我定会查清楚。那有劳阿兄了。哎，大郎，其他人也就罢了，但是陈李两位大师傅，就按他们的要求先请回来吧。咱们从吐蕃接了很多订单，眼下正是用人的时候。是。季术士，门外有人教我把这个交给你。
季娘子自己想要的东西，还是自己拿吧。季娘子要的东西，还是自己去拿的好。啊，走。哎，是何人来的信？是陈三郎说时节到了，如果要染水红丝，该去采染料了。哎呀，再慢点！别！哎，你怎么出？这不是英英的衣服吗？哎，怎么那个时候突然喊我们上山采染料啊？是啊，因为英英要见一个人，一个可能有危险的人。英英怕有人抓到那个人，更怕有人抓到自己威胁那个人，所以她请我们来，帮她一个忙，让我们来调虎离山。调虎离山？调哪个虎？离哪个？哦，英英。嘘。好，没想到居然有一天是你来捂我的嘴哦。英英之所以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是因为信任我们。哎，不止如此，我觉得若有人问，就说国舅爷在此赏玩；若打扰了国舅爷的雅兴，国舅爷肯定不客气。你确定这样说，你阿爷不会打人？他以前会打我，现在不会了。他相信我，他相信我做的一切。他相信我知道什么时候该用上这个身份。那咱就走，采染料去。等一下，我们先商量一个对策。一会儿啊，我一半的人。此山是我开，哎，此树是我栽。哎，若想过此路，那爷就打断他的腿。你这一点也不押韵呢，没有气势哎，不押韵吗？打断腿给他打歪，哎，这个好，这个好，别拿了，别拿了，快，腿给他打歪。另一边的人悄悄地前行，越是这样，越能引起他们的怀疑。树有在，人何往？天地为证，今日连云，他日风光相取，系一生王友，自凡日方长。杨静兰，我看见了。在我心里，我永远都是你的妻子。我只愿你平安回来。如果你在
就好好看看我。我现在平安顺遂，不劳你于心，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别过去，东南和西北方向都是人。你现在过去，先不说能不能全身而退，你跟他的关系就又说不清楚了。那何离书便白写了。青丝为聘，杨静然，我等着你回来娶我。吐蕃。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 I got facts over tracks, this and that. Spitting slow, spitting fast. I could roast, I could gas. Think I'm okay at last, but I don'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 And the pettiness,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 Hilarious, you think you're worth my time, you're delirious. Mysterious,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 Inferior, you know I'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 Get off of me, this ain't no humble brag.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 you can say them back.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at last, 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 it was built to last, yeah.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Gonna learn the consequence of being a... 不好，他们跑了，你们守着，他们追。登山入纣，白王饮了酒，当心染上风寒啊！烦请白王随本官一道回去，免得让大家担心。还是你聪慧啊！要是本王不跟你回去呢？白王若有什么闪失，下官可担待不起啊。要不这样吧。 你我之间做一笔交易。这牛景跟我师傅啊，向来谨慎，多年交易从无失正。但是本王这儿有一块令牌，是牛景送给我师傅的，以表诚意，同时还方便运输货物。牛景先前 碍于节度使和太子对我投鼠忌器，避而远之。现如今我拿了这要他命的证物，白王是想借牛景的刀来杀我吧？你我可以联手除掉牛景，生意嘛，倒是个好生意。可是你忘了，我不是大唐的商人，我是大唐的官吏。大唐的官吏可以忍辱负重。 可以不畏生死，唯独不可以是非不分，狼狈为奸。对对对，你说的对。你知道本王为什么要熬到今天再逃跑吗？因为图谋需要算时间的。本王今天逃跑，正好能赶上季英英从吐蕃回来，本王可以带着季英一起去南诏做客。 在此之前，还是先随我回去再说吧。大胆杨静兰，你竟敢谋害白王！杨静兰，本王是南诏白王，是你们大唐请来的客人，你竟然敢刺杀本王！快去救医师！ 不必了，你们大唐的人，本王信不过。白王殿下，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眼瞎吗？人证物证俱在，还不快将谋害白王的人犯拿下！我要杀他，他活到现在吗？杨静兰，你敢说你溅上的血不是本王的吗？这个长安，不去也罢。 万万不可！白王殿下若走了，我们该如何交差？交差？要这样交差的话，你们每一个人都会背上玩忽职守的罪名。你们好好想想，是要送一个遍体鳞伤的白王去长安，还是送一个替你们顶罪的杨静兰去长安？想想你们的项上头颅，想想你们家中的妻儿老小。 孰轻孰重，你们自己心里清楚。六部啊，替本王向长安带句话，就说此仇南诏必报。杨静兰，本王也送你一句话，不是所有人你都护得了。杨警官，莫要怪罪，还望你能亲自到御前解释。
牛鼎这个老匹夫可太阴险了，朝廷尚未定论，他就逼着地方官员把你的通缉令贴得到处都是。更可气的是，六部那几个混账没一个站出来替你说话的。毕竟南诏白王是真受伤了，总得有个人出来背锅。你赶紧回长安去找你那太子师兄，把这罪名洗脱吧。不行，我师兄就算再爱护我，我手上没有证据证明我的清白，朝廷才不会为了我这么一个小小的警官，去开罪南诏王爷。那不然怎么办？去把盛丰泽抓回来对质。可这家伙跟没了影一样，根本找不着啊！哎，你说他会不会回南诏了呀？他如此大费周章地来到益州，我才不信他只是为了做生意，他一定另有图谋。所以，我现在就更不能离开，我要与他争分夺秒。他既然想要借刀杀人，那我就将计就计。不过，我还需要再找一个帮手。谁？穆辉。他可以纵容麾下贪婪，但若勾结外邦，他绝不会姑息。若白王勾结牛瑾，证据确凿，我就算是真的刺杀白王，那也是不畏强权，维护大唐律法与安危。南诏李逵，即使是要发难，他也实属无名。就凭这块令牌，他能信吗？所以我还需要诸葛的翻商证词啊。好，交给我，反正我也不是你麾下的人，他们没理由抓我，我混进去不成问题。等待未知和知晓结果，我不晓得哪个对你来说更痛苦。夫君此话是何意？玉媛被人卖到了临城当丫鬟，但那家的主母担心她抢了她的丈夫，所以找了个理由把她杀害了。我定会找到尸首，为她厚葬。此事是我对不住你。娘子，快起来，地上凉。玉媛，你说我是不是错了？我就应该听我阿爷的话，当他的妻子，我就不会认识金莹莹和杨静兰，我就不会嫁给赵秀元。
就不会离开我。那你也不会需要我了。是你选择了一条你的阿娘和姐姐们从来没有走过的路。是你一个人走得太久，太孤单了，才会想要另一个人陪着你。我不是你的奴婢，不是朋友，不是亲人，我是另一个你，一个不断肯定你、鼓励你、告诉你你没有走错路的你自己。玉媛，你是我的玉媛，你是我的一部分。你是我自己啊！大郎呀，大郎，二叔早就跟你说过，要预防杨家有所危难，咱们得早做打算。你呢？你总说要等杨三郎，杨三郎现在成通缉犯了，你还等什么？此事定是另有蹊跷。再说，先前商队便传信回来，三郎去了长安，三弟妹却是带着商队继续去了吐蕃。我相信，以他的才能，定会将锦卖掉，平安归来。按时间他早该回来了，这么多天没有露面，为什么？哼，难不成他抛夫弃家了，拿着卖我杨家锦换来的钱，出去不知道在哪里逍遥快活去了？我来你们杨家，不是听诸位讲这些的吧？啊，是，赵家主是来雪中送炭。雪中送炭，我杨家何故遭此劫难？诸位叔伯难道都忘了吗？赵家的订单，我杨家若是接了，我杨家的颜面何存？还如何在益州城立足？杨兄息怒啊！现如今，杨家的职工都请辞了，也接不到任何订单，可以说是举步维艰了吧。所以赵某认为啊，跟颜面比起来，眼前最重要的是杨家的生死。说得好，说得太好了，大郎，你还是年纪太轻，你平时一心扑在井上，对生意上的大事，你不太懂行。不过没关系，二叔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因为义气之争而使我杨家土崩瓦解。我跟你讲，现在杨家什么处境啊？本来就元气大伤，现在又多了杨三郎这个祸害，外面谁还敢跟我杨家做生意？赵家主，他这笔订单可以说是我们杨家唯一的出路。二叔，行了，你做不了主是不是？没关系，二叔替你做主。诸位宗亲，如果你们认同我杨巨礼的话，那我们今日就以茶代酒，敬赵家主一杯。来，哎好。邵家主，邵家主，三少夫人回来了。莹莹，你可安好啊？既然人到齐了，那就开箱吧。哎呀，英英在离家前，各位叔伯将自己手中的蜀锦卖与我，这箱中便是诸位叔伯的余款。我杨家此番历尽艰险，
终于走通了一条新的路，从益州南下，直通吐蕃和南诏。我杨家织的锦，在吐蕃的贵族和豪商之间交口称赞，供不应求。任人如何诋毁，金子永远是金子，我杨家锦依旧寸金寸金。除却卖掉的杨家锦之外，我还带回了新的订单。蜀锦800匹，二叔公请验看。好，不错啊，做的还可以，我替杨家感谢你了啊。不过以后的事呢，跟你就没关系了。二叔公是何意？何意？二位差爷，来，你们不是要找杨静兰吗？杨静兰的夫人在此，把她带走一问啊。你们随便严刑拷打，一问便知。二叔，杨进士，跟我们走一趟吧。杨静兰还未过堂问罪，即便是要株连九族，也不该此时抓人吧？少废话，孟县令说让谁去，谁就得去。我去不得。和离书在此，这杨静兰是有冤还是有罪，都与我无关。带我们北冥县令再做定夺。走。差爷，二叔公，啊不，杨二爷，订单可以还我了吧？哼，不可以。你不是已经和杨三郎和离了吗？那你就不是我杨府的人了。哈哈，杨府的订单与你无关。二爷怕是忘了。当初在正堂，夫人答应过，若我能卖掉杨家锦，助杨家度过危机，那便让我也做杨家主事。当日诸位宗亲并无异议。
静然。来人，在，为祭主事接风洗尘。是。大王。哎。来。怎么办呢？这该如何是好啊？这是你的家事，我也管不了啊。哎，阿佳，阿佳，我回来了。你们走后不久，家里便传来消息说，母亲病重了。阿爷和二弟继续留在长安斡旋，我连忙赶回家。回来才发现，母亲已经重病卧床了。阿佳因何患病？先前以为是操劳过度，可是久治不愈，最后竟是昏迷不醒。大夫说，可能是中了毒。偏偏是我们都不在家的时候生了怪病，这确实有蹊跷。阿兄，我需要知道只有阿佳才能知道的事情，或者只有阿佳才能拿到的东西。这印信，平时只有阿娘才可以使用。还请阿兄放个风出去，就说我从吐蕃带回来一种神药，能治阿佳的病。下毒的人自然不希望母亲有所好转，听到此消息定会坐不住。我们或许可以引蛇出洞。哦，对了，家中的职工被绵州锦房高价挖走了不少，二爷想当主事，宗亲们都闹着让他掌家。阿佳，你放心，我一定护住杨家，让您早日醒来。职工的事情，我明日细细了解，我们再做商议。眼下我还需出去一趟，家里的事情先劳烦阿兄照看。好。诸位，这订单如何分配，由谁采买，都是严格按照杨家过往规矩所拟定的，也是杨夫人过目准允的。诸位没有异议吧？有异议。杨夫人过目准允，这便是胡话。大家都知道，大嫂已经昏迷很久了，她在哪儿过目准允呢？难道是在梦中？我忘了告诉大家，夫人喝了我从吐蕃带回来的神药，昨夜已转醒。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为何不可能？杨夫人转醒不是杨家一大幸事吗？为何二爷看起来非但没有高兴，还一副不愿杨夫人醒来的样子？金，你不要血口喷人啊！我哪有不高兴？大嫂醒来，我自然是高兴的。我只是在质疑，大嫂醒了，怎么会不找我们这些宗亲商议呢？
夫人身子还弱，她醒来与我交代了一些重要事宜，便又歇息了。若是夫人未醒，我又怎会拿到只有杨夫人才有资格碰的杨家印信呢？没错，是我亲眼所见。这印信是阿娘亲手交给季主事，让他辅助我管好杨家，有先行后报之权。哎呀，赵家主，你可算是来了。不是跟你说过，没有什么其他重要的事情，不要再找我了吗？你别这么说话，现在我们俩是一条船上的人，你不要过河拆桥。这毒药是你自己拿的，也是你亲手下的，宗亲是你自己拉拢的，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对，我承认你说的都对。你劝我不要把杨时世给毒死了。要把他毒死了，那杨巨贤就会回来奔丧，我照样不能够当上杨家的家主。那我就想啊，我就用解药来威胁他们听话。可谁曾想，这季英英不知道从吐蕃搞了个什么解毒的神药，我那解药也成鸡肋了。白胜把毒药留给了你，怎么能这么轻易地找到解药呢？此地不宜久留。不着急走。严二爷果然是你，把解药交出来。杨居礼，他真的是你啊！说出来！今日你带人前来，定能平安无虞。但现如今的我，也不是只身一人。我杨家亲理门户，赵家主无权干涉吧？不干涉，请便。赵家主，你不能过河拆桥啊！杨巨礼勾结外人，吃里扒外，毒害主母，十恶不赦。来人，请家法。是家法。你，金，我是上50，别动！我服了，三郎媳妇，季家主，我服了，我什么都知。州景王，你居然用如此重要的东西与他交换。于我而言，有更重要的人要保护。杨巨礼，于家法于律法，你都罪不可恕。啊！先家法处置，再送官府。哎，三郎媳妇，你说话不算话，我都已经招了你，还打我呀！啊！
是人不言弃杨家的祖宗啊！谁打？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王俊，与白胜相关的一切，除了被警官府带走的那些，其他的全都销声匿迹了。要不，向牛将军打探一番？他没有告诉我，说明他不想让我插手。通知所有人，让他们一定看好职工和话本，近些时一定多加小心。是。还有事？五娘子已经5日没吃饭了，她还是想见你。小的怕她万一出什么差池，你对牛家不好交代。玉渊，你看，这张是不是写的更好一些？阿耶让明家教我写字书法，却又说我的字只能写账簿或者书信，见不得人。你说他奇不奇怪？找我何事？玉渊，快去给夫君煮一壶好茶。到底找我何事？直说无妨。过几日是我阿娘的寿辰，我能带玉媛回去看看她吗？我不去前院，我就在阁楼上远远看着。你把我绑了去也行，求夫君成全。好。你看，我说了他会同意的。他在我身上看到了另一个一无所有的自己。人怎么会不心疼自己？玉渊，我会让他们都付出代价的。二爷的事，我已经知晓了，也按照杨家家规做了决断。将其逐出杨家族谱，送交官府处置。除了勾结外人毒害于我，他还交代了是如何拉拢宗亲，中饱私囊。但是莹莹劝我，
说这不是宗亲们的错，是杨二爷利用家规蛊惑大家。茵茵，你把你跟我说过的话跟大家再说一遍吧。是。立规矩是为了让人行有法，坐有度。杨家100年之前立下的家规，确实让杨家兴旺。可是100年过去，有些规矩已经不适用了，它反而会成为阻碍杨家发展的陈疴旧疾。茵茵认为，今日与其跟大家追责论罪，不如釜底抽薪，改革新规。大家觉得呢？是问责，还是革新？革新，自然是革新好，革新好，那就革新。我大病初愈，改革一事心有余而力不足，故请茵茵担任杨家主事，协助大郎改革杨家陈规，以整杨家家风。大家可有意见？我等但凭夫人做主。茵茵，今日起，杨家委你任主事，整顿家风，改革行商制度，一顺杨家生意者，你要谨慎行事，以杨家兴衰为己任，莫要负了杨家众人之期望。茵茵谨遵夫人教诲。这是杨家生意内信，你说好？是。见过季主事。杨静兰人呢？您所料不错，杨静兰故意出现在一州城，就是为了引开咱们在一州城的人手。她走之后，她的那个江湖朋友就出现在警官府附近，想来才是真正拿了东西走的。我问的是他人呢？咱们的人还在追。那他那朋友呢？也在追拿，但他们的逃亡路线已在咱们的掌控之中，他们逃不掉的。我牛瑾杀伐半生，怎么就养了你们这么群废物？3日之内，我要么见到东西，要么见到人头。牛瑾欺瞒节帅，秘密与南诏勾结，走私贡钱，先后同南诏清平官、南诏白王盛丰泽暗通款曲，桩桩罪证，皆在此处。请节帅明察。
月英，月英，阿雄，怎么样？绵州警方可有问题？绵州警方已经人去楼空了。我把宗亲们叫来，我们开会商议一下。不，这不仅仅是杨家的事，这事关整个蜀锦业。我得先去接一个人。赵景王，赵家主。我今日过来是因为赵家是织锦大户，赵家的工匠也是我益州锦业的一份子，事关整个锦业生死，唇亡齿寒，
一损俱损。你曾是飞花会会长，现是杨家主事，余家同盟。如果赵家再助你一臂之力的话，锦业3大家族都会跟你并肩作战。即便没有我这个锦王，这日后的益州锦业也会为你所掌控。你打算何时召集他们？越快越好，最好明日。好，我赵家一定到。我替益州进货，多谢赵家主。既然不能陪着你前行，那就送你上青云吧。这样至少我一抬头就能看见你。把祖父叫来，有要事商议。刘将军说过，关于锦业，还是由我做主。有多少工匠抵达南诏了？已经抵达南诏的有408人，还在路上的有125人，有宁死不屈者13人，避免他们自戕尚未启程。按照王爷的标准，1等工匠有75人，其余的都为2等工匠。其实也够了。杨静兰和6部的人正在四处打探你的消息，不如早日返程吧。今日刘瑾又拒绝了跟你合作。他会同意的，不着急。先借他这个宝地养养伤吧。如今白王也来了，这该如何是好？来都来了，大家会会吧。哼。赵家或许不会来了，要不我们先开始。诸位掌柜，张刺史正在追查已经丢失的工匠，可如今城中还是有工匠不断失踪，官府人手不够，他顾及不过来，所以此事还需我们各家互助，共度难关。你既然当这个头，把我们呼唤过来，想来你心里有主意了是吧？我是建议近些时日，将职工都聚集在一起，聚集在各家的警房之中，不得外出。张刺史也答应会为各家分派兵丁把守。将职工聚集在一起，还有官府的保护，那歹人便不敢轻举妄动了。这倒是个好主意呀。但是买卖怎么办呢？收丝、购料、买卖、货运，这毕竟要有人出去才行啊。于掌柜说的是，除此之外，严禁职工外出，那岂不是说我们还要负责他们的吃喝拉撒？这需要钱呐。关于采买，我是想由各家挑选人手，组成一支统一的队伍，在官府的保护下进行采买和售卖。至于为此事花费的钱，我的确没有办法解决。但我们织锦可以为了丝线花钱，
为了纹样花钱，为何不能为了人花一些钱呢？有了工匠，才能有真正的蜀锦啊！如今我们危难关头，唯有携手并进，齐心协力，方能渡过此关。我杨家将以身作则。我余家愿听季娘子安排。赵家愿听季娘子安排。哦，赵老太爷，其他恩怨暂且不算，在这件事上，我赵家愿和诸位是一条心。我等愿听季娘子安排。多谢诸位掌柜。刘老薛将军，抱歉，是我来晚了。不，你来的正是时候。诸葛，你要不跟我们走吧？警官府不能没有人。说好了的，活的你滚，死的我滚。行吧，那你跟我平平安安的啊。你还要留着命去长安考状元，到时候我和高兄还指望着你这个诸葛状元来关照我们呢。你要是真获了罪，我的人生就有了污点，这个状元就当不成了。懂了，我一定会清清白白的回来，要平平安安的回来。知道了，还是这么啰嗦。薛将军，走吧，走，出发，走了。这，乾隆南定。这个故事或许可以这么编：杨静兰刺杀白王，南诏震怒，劫掠益州城，讨要一个说法；而牛将军呢，驰援益州，打败了南诏的进攻，保护了百姓，还劝说南诏跟大唐之间交好。你说这么大一个功勋啊，还有谁会质疑将军啊？就算是节度使，他也不会。至于将军之前犯下的那些小过错嘛，也就不值一提了。白王的意思是让我的兵扮成南诏兵，然后自己打自己。本王只不过是一个闲散王爷，没有什么兵马，所以还是希望牛将军可以自给自足，自力更生。